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我们以前视频介绍过 Roborock S5，以及更换过它的一些零件。这机器人可以同时吸地以及拖地，非常好用。我们之后也介绍过 Roborock G10，它比 S5 多了一个基地，可以持续清洗拖布。今天我们则是要介绍另一款 Roborock Q8 Max Plus， 它与 G10 相反，它多的是一个垃圾桶，而不是水箱。我们今天就来开箱比对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和 G10 不同的地方是 Q8 Max Plus 是在美国直接在 Amazon 上买的， G10 只能在中国买。我们打开盒子，首先是一片底座，再来是机器人本身，基座的电线，这个东西是一个装垃圾桶的袋子，这东西是需要另外买的。接下来是装拖布的底盘，这机器人我准备专门吸地毯，所以不会用来拖地。如果使用的话，应该跟以前 S5 差不多。最后是底座上面的基座，我们打开这些东西，电线、垃圾袋、拖布装在底盘上，机器人拿出来，把基座拿出来，把它反过来，把底座放上去。把螺钉装上去，这样基座就可以固定在底座上了。固定完，把它正过来，上面打开有一个垃圾袋。更换垃圾袋的方法就是把这个拉环往上拉，就可以整个抽出来了。我们仔细看看，基本上 Roborock 这个牌子，只要这个塑料部分是一样的话，这些垃圾袋都是可以使用的。但是有可能每个型号垃圾袋的形状会有一点不同。这机器人有2个滚轮。装拖布的方法和 S5 一样，拆下来一样，旁边有按钮。我们把基座接上电线，开始充电。充完电后，我们拿到楼上去吸地毯。我们用 Roborock 的 App 设定。首先，我们先注册登入，选择型号。我们这款是 Roborock Q8 Max Plus， 它只有 Q8 Max 没有 Plus， 但应该是一样的。连接上 WiFi， 我们以前视频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，说机器人连不上 WiFi， 这有时候需要多试几次，照说明做，把 WiFi 重置，也就是按住开机键旁边的2个按钮。不行的话就只能多试几次，我也没有什么其他方法。连上之后和其他版本一样，我们可以设隐形墙，分不同的区域，然后我们开始吸。我买这款是因为它的吸力很强，这款吸力有5500 PA，S5 Q5 G10 只有2500到2700 PA，Q7 只有4200 PA， 当然还有吸力更强的，但是价钱有点太贵了。我们视频一直以性价比为基准的，这吸力已经很够了。我有一次在机器人的垃圾箱里发现一大袋扣子，这个垃圾箱在机器人前端，垃圾应该是先进这个垃圾箱之后，然后再传到基地的。如果卡到东西，垃圾传到垃圾箱时就会卡住，不过这个情况并不常见。它在从机器人传送垃圾到基座的垃圾袋时，会非常大声，像是飞机起飞一样的声音。这些垃圾袋其实并没有那么贵，而且其实不用经常更换，大概基本上2天开一次，也只需要1个月换一次。你一次买多一点，一个也就$1多一点。从中国买的话就更便宜了。买的时候虽然基本上都可以装进去，但是还是要看看型号。我之前就有买错的，你可以看到这不知道是哪个型号的，它的袋子更大一些，不过基本上形状不合，所以剩下的空间就浪费掉了。如果嫌袋子贵，我看还有人用一个方法，就是在袋子上面装上拉链，这样每次打开拉链来倒垃圾。不过我觉得并没有必要。我还发现另外一个不常出现的问题，就是有一天我在睡觉时发现这个灯是亮的，平常是暗的，这其实是它没有跟基地接触好，所以其实并没有在充电，需要手动挪一下。就我使用半年的经验，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。G10还有水箱和基地的臭味问题，这款基本上就完全不用管。如果不是特别需要拖地，我个人是非常推荐的。就我目前使用的经验，我个人觉得这款性价比最高，
虽然 G10 有洗抹布的功能，但是需要清理基地和倒垃圾。抹布也不是说完全不需要换，其实相对之下，我反而更喜欢使用 S5， 然后从很多抹布一起洗。这款 Q8 Max Plus 虽然要买垃圾袋，但是垃圾袋更换频率并不高，要拖地也是可以的，也不需要清理基地。这边还有一点，它更新的很好。以前 G10 和 S5 的滚刷有点问题，首先 S5 的毛刷容易卡头发 ，G10 改进到中间不容易卡头发的橡胶刷，但是两侧还是会卡头发。很奇怪的是，这 S5 的滚刷只有一边可以拆，所以至少有一侧头发很难拿出来，通常需要使用刀片或剪刀。G10 的滚刷两侧都可以拆下来，但是这个棒子拿不出来，导致这个洞里面可能会卡很多头发。但这些问题在 Q8 Max Plus 都改善了，两个滚刷的两侧连同棒子前端都可以拆下来，清理就容易了很多。那我们就介绍完啦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居家101内容主要分为维修、维护、安装、升级、清洁以及产品使用的心得。希望各位以最少的经费来达到最高的生活品质。各位用不到这些技能自然是最好，但是如果遇到，希望视频能对你有帮助。谢谢。